不一会，外面钟鼓齐鸣，八音俱奏，有一种夹角声呜呜地吹出来，声音不大，但在遥远也能听到。这时大家都肃静起来。执事引导众董事先行，两人一行进入药王殿上。4位长董，个人胸前配着红绸绶带，襟上插了一朵大红花，对我加上一条呈字形的红绸绶带，襟上插了一朵金花。董事们步出花厅时，都是8字形的步伐。我知道这是传统的方式，走时每行一步，两手要轻轻地动一动。于是我也学着他们的走法，慢慢地走进药王殿。两廊的观众人头拥挤，而祭台之下就排定了膜拜的蒲团。第一行是主祭人的位子，第二行4个蒲团是相继员的位子，由4位前任总理站的。第三行也是4个蒲团，是最高年的老名医的位子，后面有16个蒲团，就是普通董事的位置。祭礼开始，赞礼声喊着响亮嗓子，循次唱出主祭员上香。我就点了3支香，插入香炉，接着又有献帛、献生，由各香祭一一献奉。我看见猪牛羊3牲摆定之后，前面悬着一条宽大红布，上面写着公楷弟子陈存仁拜献7个字。接着赞礼声又唱出行3跪9叩首礼，跪拜拜拜且跪拜拜拜且跪拜拜拜且。这是最隆重的仪式。岂知后面4位老人家蒲团特别大，跪了下去，全身扑在地上，两手直伸向前。尽管我们3跪3起，而他们却完全不动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叫做五体投地的拜神事，也是很恭敬的仪式。祭典完了之后，一同退入花厅，由执事把3牲一块块展开，每块展得很小，跟着报告主祭人捐献100大元。大家掌声如雷，连花厅中都听得到。这时见到许多人已排列成行，纷纷献金取肉。他们中间也有一种迷信的观念，认为吃到药王庙的3牲肉是能消灾延年的。我们继续查验，大约过了半小时，执事就来报告，这次的现金为了主祭人出了100大元，各大药行也纷纷各捐100大元，现在已收到5000多元。龙老对我说，这次的成绩打破了旧例，都是靠您的福。我也学着京片子说，哪里哪里，岂敢岂敢。分肉的仪式完毕之后，全场上就排起椅子来。原来还要演酬神戏，戏台前面又排了5个桌子，是预备我们几个参加茶宴的人看戏和吃饭的。我们依旧逐一做好之后，戏班里的执事向我恭恭敬敬送上一个点戏折子，请我点戏。这下子却把我难倒了，因为我对京戏知识浅薄得很。我就问那个戏班子里的执事说，有一出华佗替关公刮骨治病的戏吗？执事人讷其词，作4所状说，这是水淹七军中的一段，我们没有，请您换一出吧。我看了剧目，真是不知从何着手，我就点了跳夹关，对那人说，别的戏请萧龙老做主吧。龙老拈然大笑说，陈道兄，这下子你要大吃其亏了，你点跳夹关是要花赏钱的呢。我点一出龙凤呈祥。一会儿闹场锣鼓开始，打了好久，加官出场，大家一见就高声喝彩，因为这个加官是由这个班子中的主角办的。跳了一阵，放开手绢，上面有大家发财4个字，
又跳了一阵，再放下来是加官进爵4个字，都是用金线绣的。第3次放开来是夹着一张红纸，上面有高中状元4个字，是用红纸剪字贴成的，而且字的四周还贴上了一片祥云。萧龙老就说，他们见你襟上插了大红花，把你当作状元看待，您可得给赏。加官跳了好久，见我不动声色，没有把赏金抛上去，大家滋滋地笑着我不懂规矩。一会儿加官下场，戏目开始，个人莫不掩口葫芦，只是对着我笑。我就问龙老，这个赏钱应该封多少？他说，您就封2元吧。我说，封4元如何？他说，不用这么多吧。正在说的高兴时，由一个法角穿了黑色褶子，戴黑色软罗帽从后台走出，双手奉上高中状元的红纸献给我，并且双膝微屈，有些打签请安的意思。接着又善颂善导，指着我插的一朵金花说了一番好话。我实在觉得不好意思，就封了4块钱的赏金。那位检场的在旁边带到了一声谢而去。这一次酬神戏宴是餐宴席，所谓餐宴，是以海参与燕窝为主，先上了4大碟热炒，我吃的很少。龙老说，你该多吃些，等燕窝一上，我们就要告退的。我说，知道了。一会儿燕窝上席，大家敬酒，我也像个席回敬了一下，我就和龙老等一同告退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一席酒要分成3个阶段，我们吃到燕窝为止是第1个阶段，第2阶段是吃到海参为止，第3阶段就吃到中席为止。龙老这时精力已经有些不支的样子，他说，我们同到西花厅去消遣一下。原来那里有4个炕床，上面都放着很精致的鸦片烟盘，有一只烟枪头端，还嵌上翡翠的烟嘴。龙老脱了马褂，与我分左右躺下，还有3张炕床也都有人躺下来抽烟。